陈宇飞早就把监控视频剪出来，等着张二毛的好消息了。视频他自己反复看了好几遍，越看越对视频里那个慧眼识甲的自己佩服不已，感觉自己这表现真的是牛，完完全全的大师范儿，而且所有细节讲的那叫一个头头是道，根本挑不出毛病。听张二毛说，周良运还真在那尊铜佛上打了眼，他顿时便激动得无以复加。原本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而现在东风来了，于是他立刻把所有值得信任的伙计全都叫到了自己面前，一脸激动地对他们说道：兄弟们，赶紧宣传宣传，周良运打眼了，花30万买了一个假的宣德年铜佛。伙计们并不知道这里面的勾当，只是刚才听到陈宇飞说起有人来卖假铜佛，被他一眼识破给赶走了。现在又听说周良运买了假铜佛，于是便有人问经理，周良运该不是把刚才那人拿来骗您的铜佛给买走了吧？陈宇飞点头笑道，没错，就是他买走的，花了30万。咱们这古玩街虽然天天都有人上当，但是也有日子没人上过这么大的当了吧？那是，有伙计笑着说道，这2年古董生意不好干，想捡漏的也都不舍得花钱了。以前说一个东西能卖到1000万，搞不好就能骗到冤大头出个180万。现在大多数的人都希望能花180块钱就买到价值几千万的东西，骗子的日子也不好过了。说罢，那人疑惑地说道，以我对周良运的印象，他应该没这么蠢吧？30万啊，这么会儿功夫就让人骗走了。陈宇飞笑道，哎呀，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终日打雁。校验啄了眼，他周良运刚回金陵古玩街，肯定是想着赶紧成一单买卖，在古玩街捡个大漏，一炮而红。要是这么想，就越容易上当啊。一位伙计猥琐地笑着问道，经理，这事该不会是您让人弄的吧？陈宇飞连忙说道，哎，我可警告你别瞎说啊，我虽然是很想让他滚蛋，但是我还没想好对策呢，他打眼这事儿跟我可没关系。伙计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连忙赔礼道，是我胡说八道，您别往心里去。古玩街的商户之间通过无数微信群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八卦情报网。首先是每家店都有自己的微信群，上到经理下到保洁，基本都在这个群里，方便布置工作以及信息传递。而经理和业务人员、经理和财务人员也都有各自的小群，而整个古玩街的从业人员还有一个大群，至少几百号人在里面聊天吹水。街上的老板们有一个专门的群，经常在里面互通有无。在这里打工的屌丝们也有一个全是打工仔的从业人员群。在这种地方，只要有什么八卦发出来，立刻就有一堆人顺手转发给一堆群，消息蔓延的速度堪比光速。于是在一群有心之人的运作之下，仅仅过了几分钟，这条已经随着夜色而开始休息的古玩街忽然间沸腾了起来。有商家被骗了30万，老板还是当初吉庆堂的总经理周良运。一部分人心中暗忖，周良运什么时候回来的？另一部分人则看起了笑话，好歹也是当过吉庆堂总经理的人，竟然也能打了眼，真是笑话。也有不少人感叹，周良运打眼扔了30万，这以后还怎么在古玩街立足？而且古玩街已经很久没出过这么大金额的假货成交案例了。很多微信群里，各路商户、店员以及摊贩都开始追问一个问题，周良运究竟是怎么被骗的？陈宇飞这时候并没有立刻放出视频，而是找了其他人在各路群里撒布消息，声称周良运是买了一尊仿明代宣德年制的铜佛，以为自己捡了大漏，没想到是踩了大坑。这个消息一出，各个群里都开始讥讽周良运，觉得这人真是有些过于托大了。有人说，周良运刚回古玩街开店，就想着捡一个100万级的大漏，怎么可能呢？要真有这好事儿，大家不都发财了吗？做他妈什么白日梦呢？有人附和道，要是一尊真的明代宣德年制铜佛，至少也得值个100-200万。
怎么可能30万就买到手？他以为自己是京城马爷啊。又有人道，现如今的古玩行业，早就不像大名鼎鼎的京城马爷刚出道那会儿那么好赚了。就算是京城马爷自己出马，也很难捡到大漏。一人立刻说道，是的，没错，马爷那个年代，信息闭塞，物资匮乏，老百姓拿着祖上传下的好东西却不自知。收古董的只要揣着点现金、粮票走街串巷，就能以极低的代价搞到明清的官窑瓷器，甚至元代的顶级青花。我不夸张地说，当年京城周围村里头，那些老太太喂狗的盘子，甚至都有不少元青花儿。你要是在那个年代拿一口大铝锅跟他换，他肯定抱起锅来就跑，生怕你反悔。而你一口大铝锅换回来的东西，放今天在拍卖会里，说不定都能拍到1个亿。可惜啊，我他妈的没生在那个年代，不然我他妈也早发大财，开博物馆去了。陈宇飞这时候发了一段语音，附和道：是啊，老刘哥说的对，咱们古玩行业现在今非昔比了，从20-30年前就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信息时代谁都能查出一点相关资料，怎么可能随随便便贱卖好东西？周经理也是太莽撞，不应该啊。说着他又道，当今社会我算是看透了，每个人都怀揣着一颗暴富梦，你惦记着别人家里有没有埋没的传家宝，想着低价收购的时候，人家其实看过别人那么多的暴富事迹，早把老祖宗的坟都刨了8回，挖地3尺的找宝贝了。这种情况下，别说你想低价买他好东西，他还想低价买别人的好东西呢。不然电视购物上8800的传国玉玺卖给谁去？不都卖给这些做梦的傻子了吗？不少人立刻称赞起来，陈经理一针见血，还得是陈经理啊，真正的明白人儿。看来宋小姐赶走周良运，让陈经理接手吉庆堂是最正确的选择。陈经理的水平比周良运高了不知多少。陈宇飞见大家都捧自己，立刻来了兴致，笑着说道，诸位太捧我了，我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个人的一点小小见解。其实咱们这个行业稍微有点了解的都知道，进入信息时代之后，惦记着低价买好东西已经很难很难了。所以现在很多别有用心的人也已经开始转变思路，既然我捡不到别人的漏，那我就干脆造点漏给别人捡。于是传国的玉玺、乾隆的御酒、康熙的御笔、顺治的木鱼纷纷应运而生，骗的都是那些怀揣着暴富梦的傻子。有人立刻附和道，哎呀，陈经理说得好，这个世界上永远不缺这种傻子，老子上周就遇到过这样的傻逼。我店里1800块进的玉，卖他最低4000，他嫌贵，他转头去花2万买一块大理石的传国玉玺，那狗日的玩意算上邮费也要不了200块钱啊。又有人道，陈经理再给我们聊几句，多说点劝世良言，我们也学习学习，多点警醒和防备。陈宇飞笑道，诸位，在当今这种大环境下，古玩这个行业在上游早就已经像二手车一样趋近透明，二手车商再鸡贼再坑人，也很难在收车的时候坑卖家，大都只能在卖车的时候坑下家。二手车商能把泡水的劳斯莱斯卖出准新车的价格，但他不可能用泡水劳斯莱斯的价格收一辆准新的劳斯莱斯。所以咱们在古玩街开店，首先要有一个意识，那就是整个古玩行业都很难捡到漏了。而且咱们要记住，现在不但捡不到漏，还得处处担心被人做局。总有人想把事故车、泡水车、调表车、死了人带魂环的车包装起来卖给车商，也总有人想着把各种假货改头换面卖给我们。周良运一来就惦记着搞一个利润率500%的项目，不被人坑死还怪。众人纷纷在群里发出大拇指的表情，对他一通称赞。陈宇飞见时机差不多成熟了，连忙在群里说道，哎呀，说起周良运上当这件事儿，那个卖假货的先来的就是我们店，那尊铜佛我还上手过，只是那人被我识破，我直接把他赶紧跑了。没想到从我这走了之后，
竟然去了周经理那儿。说完，陈宇飞叹了口气，继续道：没想到周经理这样的老前辈，竟然在这种骗子身上栽了跟头，真是可惜。群里很多人追问，我操，真的假的？陈经理卖假货的上您那儿去过？对，陈宇飞忙道，我去找监控视频，当时我还是在 VIP 室接待的他，应该有监控录像，我找一找发出来，大家记住骗子的脸，以后多点防备。众人一听这话，自然是迫不及待，毕竟吃瓜吃到监控视频，那真的是吃到米其林餐厅去了。于是众人纷纷催促他快些上视频。陈宇飞其实早就把那段视频下载到手机里了，但还是故意拖延了几分钟，随后将视频发到群里。趁着视频还在发送，他又对众人说道，诸位，视频我发出来了，大家应该很快就能收到，不过大家记住，这视频就咱们内部当个反面教材看看就行了，可千万不要外传呀。